2025年5月的一天，朝鲜东北部青金造船厂本应上演历史性的一幕，一艘全新的5000吨级驱逐舰正在举行盛大的下水典礼，领袖金正恩亲临现场观摩，周围军乐齐鸣，工人们欢呼着见证这艘划时代军舰入水的一刻。然而，当巨大的船体开始滑向水面时，意外却骤然发生，舰体突然失去平衡，船尾猛地一沉，扎入水中，船首仍卡在船台上，整艘军舰侧倾翻覆，场面瞬间从荣耀变成了惊险。据在场人士描述，金正恩目睹事故全过程，脸色当场变得铁青。据朝中社事后报道，由于指挥失当和操作不慎，军舰下水时没有保持底盘移动的平行，导致船尾的下水滑枕过早脱离并搁浅，部分船底被磕出破口，舰体当即失衡，船首无法顺利脱离船台。短短几秒内，辉煌的下水仪式变成了尴尬的翻车现场。庞大的舰身一半泡在水里，一半倾斜着挂在码头边，甲板上昂贵的雷达桅杆和垂直发射装置都遭海水浸泡，工作人员惊慌失措，四处奔走。本该振奋军心的时刻，瞬间演变成朝鲜军工史上令全国瞠目的重大事故。事故发生后，朝鲜官方迅速采取措施，金正恩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成立由检察官和专家组成的调查组进驻青金造船厂彻查原因。他将这起事故定性为由于极度疏忽、不负责任和不尊重科学的经验主义所导致的重大事故和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在场的船厂高层立刻感受到山雨欲来，所有直接相关人员都面临严厉问责。朝中社随后的报道披露，青金造船厂多名责任人已经被拘留审查，其中包括造船厂的总工程师、船体总装车间主任和一名副厂长。这些人被指对事故负有直接责任。此外，船厂厂长洪吉浩也于事故次日被传唤到司法机关接受调查。朝鲜当局以雷霆手段追究责任，显然是要向全国表明此次事故绝不姑息。面对支离破碎的军舰，金正恩下达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必须无条件在6月党的全会召开之前完成修复。他强调，尽快修复驱逐舰不只是工程问题，更是直接关乎国家权威的政治问题。换言之，这艘军舰不仅是钢铁与螺栓的组合，更承载着朝鲜政权和领袖的尊严。一时间，青金造船厂进入了全天候抢修状态，蓝色防水布盖住倾斜的舰体，工人和潜水员们想方设法往舰尾注水舱排水，给船身绑缆绳，试图将其扶正。官方称船底其实没有破洞，右舷只是擦伤，尾部进水不多，乐观估计2-3天可恢复平衡，10多天即可修复舰体。然而，多数专家对此表示怀疑。商业卫星图像清晰显示，舰尾完全没入水中，舰桥、烟囱等关键部分都被海水浸透，内部设备受损恐怕远比官方描述严重。朝鲜缺乏大型起重船和先进救援装备，要在短短10几天内让这艘庞然大物死而复生，无异于与时间赛跑。一位中国舰船专家直言，我们的老舰长常说，当心，我们的舰是纸糊的。这话虽糙，却点出了舰船的脆弱本质。看似轻微摔了一跤，其实内伤几何谁也不清楚。可见，要彻底修复这艘倾覆的军舰，难度可能超出朝鲜方面最初的想象。尽管如此，金正恩的强硬态度已定调，无论代价多大，也要把这口气争出来。这次翻覆事故被朝鲜高层视作严重警讯，金正恩要求借此敲打蔓延在各领域的麻痹大意和不负责任作风。朝鲜官方甚至表示，即便舰艇本身毫发无损，这也是一起绝不容许的严重事故，有关责任人绝不能逃脱罪责。这种表态反映出，此事在朝鲜内部不仅关乎一艘军舰的命运，更被提升到整顿作风、捍卫政权威信的高度来看待。这次出事的驱逐舰究竟是什么来头，值得让金正恩倾举国之力打造，还亲自冒着颜面扫地的风险到场督阵？答案要从几周前说起。就在事故发生的数周前，朝鲜已高调公布了另一艘同型号的新锐军舰崔贤号驱逐舰。4月下旬，朝鲜在西海岸的南浦造船厂为崔贤号举行了隆重的下水仪式，金正恩同样亲临现场。
当时官方宣称这艘军舰满载排水量5000吨级，配备了朝鲜自主研制的最强大武器。更令人惊讶的是，朝鲜声称该舰在400来天内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完美建造完成，也就是说，从开工到下水仅用了1年多时间，就造出了一艘现代化大驱逐舰，对长期受制裁困扰的朝鲜来说，堪称一个奇迹。崔贤级驱逐舰由此横空出世，成为朝鲜在新世纪研制的第一型大型现代化水面战舰。据朝鲜官方报道和公开影像资料推测，崔贤级驱逐舰约长140米，满载排水量在5000吨左右。舰上安装有多功能相控阵雷达，还布置了大量垂直发射单元，用于发射各类导弹。据称该舰火力异常凶猛，拥有多达74个导弹发射管，其中约32枚防空导弹，32枚各型巡航导弹，甚至还有10枚左右的战术弹道导弹。如此一来，一艘驱逐舰就成了一座海上导弹库，可同时对空中、海上乃至地面目标发动打击。外界分析认为，崔贤级带有浓厚的武库舰色彩，为了在有限舰体上塞入尽可能多的武器，牺牲了一部分燃料和补给空间，续航能力可能不及同等吨位的常规驱逐舰。但对于主要专注近海防御的朝鲜海军而言，远洋航程并非优先目标，强大的近海火力才是他们看重的。这一级驱逐舰以崔贤命名，是为纪念朝鲜抗日革命时期的将领崔贤。据报道，金正恩在崔贤号下水仪式上致辞，将其誉为朝鲜海军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并表示该舰将在第2年年初正式交付海军服役。更重要的是，他在讲话中罕见地公开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远洋海军蓝图。金正恩用白云苍狗的海洋天气来形容朝鲜周边瞬息万变的安全环境，强调人民军海军必须能赶赴世界任何水域，主动制止敌国侵略。他直言，虽然过去朝鲜曾将帝国主义列强构建的远洋舰队视为侵略象征，但现在我们也要建设自己的远洋作战舰队。这些话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朝鲜不再满足于近岸防御，而是志在打造能够走向深蓝的远洋海军力量。南浦造船厂和青金造船厂正是承载这一雄心的2大基地。据韩国军方和卫星图像分析，朝鲜早在数年前就秘密开工了2艘大型驱逐舰的建造项目，西海岸的南浦建造1号舰及崔贤号，东海岸的青金建造2号舰。由于此前朝鲜从未建造过如此巨大的军舰，这一动向最初并未被外界察觉。直到2025年3月，朝鲜媒体公布了金正恩视察某重要造船厂时的新型驱逐舰建造画面，敏锐的观察家才从视频细节认出，那是阔别公众视野多年的青金造船厂。人们惊讶地发现，青金和南浦2厂竟在同时建造同一级别的新式驱逐舰。据推测，该舰排水量超5000吨，而朝鲜此前自主建造的最大军舰也不过1500吨上下。对比可知，崔贤级驱逐舰的问世，几乎让朝鲜海军实现了从小舢板到大国舰的跨越式跃迁。南浦造船厂曾有过建造中小型军舰的经验，承担1号舰的建造相对稳妥。官方吹嘘南浦船厂用了400天奋战完成奇迹，将首舰顺利下水。而鲜少涉足军舰的大型项目的青金造船厂，此前并不被认为是造大舰的热门选择。为何金正恩选择让这个曾以渔船和民用船起家的老厂来参与如此关键的军工任务？外界议论纷纷。据朝鲜资料，青金造船厂历史悠久，地位特殊。上世纪60年代，开国领袖金日成曾12次视察该厂，称其为发展渔业和海上运输、支撑国防的战略基地。该厂早年建造过几千吨级的货船和远洋渔船，90年代还造出了排水量近10000吨的客货两用船万景丰到92号。因此，青金被冠以英雄造船厂的荣誉称号，被誉为历史悠久、技术水平高的大型造船基地。然而，多年来，青金很少参与军舰制造，大型军工项目几乎是空白。金正恩也许正是希望调动全国一切力量，加快追求远洋海军梦，才让青金船厂与南浦并驾齐驱，各造一舰，从而东西两洋齐头并进。带着这样的使命，青金船厂昼夜赶工，
终于在崔贤号下水约3周后，也就是5月中旬，将2号舰推进到了下水滑道上。遗憾的是，清津这次大胆采用了他们从未尝试过的横向下水方式，也就是让舰体侧身入水。由于船厂没有适合重力下水的长斜坡，亦缺乏大型浮船坞设施，只好出此下策。横向下水在国际造船业也属高难度动作，一旦控制不稳，就容易发生倾覆。朝鲜方面虽做了大量准备，还是没能逃过悲剧的发生。这也解释了为何下水事故发生后，金正恩震怒之余，将清津造船厂上下狠批一通。这家曾以造渔船闻名的英雄船厂，一夜之间从功臣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反面典型。一艘军舰翻覆事故背后，折射出金正恩一系列军事布局和战略雄心。长期以来，谈及朝鲜军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浩浩荡荡的陆军和层出不穷的导弹核武，而海军一直相对低调孱弱。朝鲜人民军海军曾被戏称为袖珍海军，主力舰艇长期以小型巡逻艇、老旧鱼雷艇和常规潜艇为主。冷战时期，援助的苏制护卫舰早已陈旧，而且吨位不大。相比之下，韩国海军早在20世纪末就起步打造大型现代舰艇，拥有多艘满载7000吨的世宗大王级神盾驱逐舰。日本更是亚洲数1数2的海上力量。朝鲜海军这些年能拿得出手的大块头几乎没有，哪怕是潜艇部队，也大多是50、60年代技术水平的老式柴电潜艇。在这样的背景下，金正恩此番不惜耗费巨大资源打造崔贤级新型驱逐舰，显然是有备而来。首先，这反映出朝鲜军力建设开始追求全方位现代化，不满足于陆强海弱的传统模式。金正恩上台后，一直致力于塑造自己的军事成就标签，前有核弹与洲际导弹并进，如今又把目光投向了大型海军装备，打造远洋舰队，可以提升朝鲜整体军力的均衡性，使其在未来潜在冲突中具备更多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朝鲜拥有几艘现代化驱逐舰配合潜艇活动，那么在朝鲜半岛周边海域将增加新的不确定因素。即便数量上无法与韩日舰队匹敌，但这些舰艇若装备射程远大的反舰巡航导弹或潜射弹道导弹，可能对周边国家的重要目标构成威胁，迫使对手投入更多精力防范。金正恩深知，单凭核武固然能吓阻对手，但真正复杂的军事对抗中，多层次的常规威慑同样不可或缺。其次，从国内宣传和政权稳固层面来看，新型盾舰是金正恩树立个人威望的形象工程。历代朝鲜领袖都有各自的国防建设代表作，金日成时期大力发展常规军队和先军思想，金正日时期推进导弹和核计划，而金正恩作为新时代领导人，需要一个彰显自己执政成果的标志性项目。崔贤级驱逐舰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一角色。朝鲜官方媒体高调称赞，这是金正恩式舰队建设新时代的开启，把一型武器冠以领袖名字风格来命名，本身就是极高规格的赞颂，意味着这是在最高领导亲自关怀下诞生的成果。金正恩还特意带着自己年轻的女儿金主爱一起出席首舰下水仪式，通过这种父女同框见证历史的场面，向内外传递革命接班和工业传承的意味。在国内，他借此向民众展示朝鲜已经进入强国海军俱乐部，哪怕百废待兴，也能靠自力更生造出大舰利器。在党内军中，他树立起杰出统帅的形象，证明自己不仅能搞核导弹，也能领导尖端常规武器的发展。有了这样的政绩包装，对巩固他的执政地位和继承人正统性都大有助益。第三，不容忽视的一个动机是地缘政治博弈的需要。在东北亚，近年海上军备竞赛愈演愈烈，韩国海军推出了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不仅有多艘最新式神盾驱逐舰入列，还计划建造轻型航空母舰。日本则将出云号直升机母舰改造成实际上的航母，并扩充潜艇和驱逐舰队。美国更是不断在西太平洋加强部署先进舰艇和战略资产，与韩日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面对这种态势，朝鲜如果固守近岸，海上力量毫无存在感，在博弈中无疑更加被动。金正恩显然不愿意看到
朝鲜在东亚海域被彻底边缘化，他希望至少在象征意义上亮出几张海上新牌。崔贤级驱逐舰就是朝鲜向周边乃至美国宣示的一张牌，我们不仅有导弹，也开始有配套的海上发射平台和防御平台。事实上，金正恩在崔贤号下水时就警告称，美国如果不断刷新炫耀武力的记录，我们也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展示自己战略遏制力的新高度。从这个表态可见，他打造新舰队很大程度上是对美韩日军事压力的回应。当美军的航母编队、战略轰炸机频繁出现在半岛周边时，朝鲜如今也能适时拿出驱逐舰试射导弹、潜艇试射弹道导弹等动作来对表演舞。虽然硬实力上差距悬殊，但至少在声势上和心理战层面，朝鲜拥有了更多博弈筹码。还有一个潜在因素是外交和对外合作的考虑。2022年以来，朝鲜与俄罗斯关系显著升温，在西方制裁背景下，双方暗通款曲。有分析猜测，朝鲜新驱逐舰的某些关键技术和设备可能得到了中俄的默许援助或默默支持。韩国情报部门就评估称，崔贤号驱逐舰可能有俄罗斯协助研制的影子。俄罗斯由于乌克兰战事需要朝鲜弹药，或许在海军装备上向平壤提供了一些帮助作为交换。而中国虽然在明面上遵守联合国制裁，没有公开军援朝鲜，但中朝在造船工业上的合作渊源深厚。过去朝鲜大型船舶的钢材、引擎很多要靠中国供应，某些电子设备也可能通过民用渠道获取中国产品。这次事故后，有评论认为，如果朝鲜执意修复军舰，可能不得不寻求中国或俄罗斯的技术支持。当然，这会使朝鲜多年高喊的自力更生显得有些尴尬，但在现实面前，平壤很清楚离不开传统伙伴的元首。金正恩打造新型盾舰和远洋海军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也拉近了他与中俄的战略关系。一方面，他向中俄展示出朝鲜提升自身防务能力、牵制美日韩的决心；另一方面，他也为中俄提供了在东北亚制衡美国的一个助力点。可以预见，未来朝鲜在推进这些大型军备项目时，中俄的态度和幕后作用将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综上所述，金正恩倾举国之力建造新型驱逐舰，既有军事层面的迫切需求，也有政治宣示和外交博弈的多重考量。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丰富威慑手段，弥补海军短板，发展远洋作战能力，为国家安全增添新的常规威慑工具，塑造领袖形象，打造金正恩式现代舰队，作为政绩工程，宣扬自力更生的胜利，巩固国内民心和军心，应对地区军备竞赛，回应韩日美海上军力增强，避免在区域博弈中被边缘化，以进取姿态展示朝鲜的存在感和不屈服，强化对外合作筹码，通过追求高端军工项目，深化与中俄的战略互信与互利关系，同时在谈判中向美韩争取更多主动。对于朝鲜而言，崔贤级驱逐舰的下水本是一个值得载入军史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朝鲜首次跻身自主建造5000吨级大型战舰的国家行列，象征技术和工业能力的提升。然而，青金造船厂的翻船事故又无情地提醒着世人，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朝鲜要实现金正恩描绘的远洋海军宏愿，道路注定崎岖漫长。一方面，造舰能力的短板一览无遗，此次事故证明，朝鲜在大型舰船设计、建造到下水的流程中，还有许多经验教训要汲取。比如下水方式的选择和可靠的工艺流程，就是一个被忽视的环节。韩国军方专家指出，哪怕这艘崔贤级驱逐舰不出意外成功下水，要真正形成战斗力，可能还需要几年甚至10年的持续完善。舰上的武器系统、动力系统、电子设备都需要反复调试，相关人员也要积累操作、维护经验。而朝鲜过去从未操作过这样复杂的水面战舰，训练出合格的舰长、水手和技师都非朝夕之功。此外，朝鲜还计划发展核动力潜艇等更具挑战性的海军装备，但以目前暴露的问题来看，其军工体系和管理水平距离这些尖端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这次驱逐舰翻覆无疑是对朝鲜工业基础和管理体制的当头棒喝。
另一方面，经济压力和资源掣肘将长期困扰朝鲜的军备扩张。建造现代化军舰需要巨大的资金、先进材料和配套产业支持。朝鲜经济规模有限，又深陷国际制裁，举全国之力搞军事，必然挤压民生和发展领域的投入。这艘驱逐舰据称用了400天建成，但有分析认为可能是集中全国优秀工匠，倾斜大量物资才勉强赶工完成一个外形，后续真正安装调试和维护还要源源不断的投入。如果未来几年朝鲜继续建造更多同级舰艇或者更新型舰艇，其工业能否负荷得了是未知数。历史上，苏联在经济困难时期盲目追求大舰队计划，曾导致巨大浪费并加速了国力衰退。朝鲜当然无法与当年超级大国相提并论，但类似的困境值得警惕。当有限的资源被投入昂贵的军备项目，国内民生和经济发展可能进一步被牺牲。金正恩必须在枪炮与黄油之间寻找平衡，否则再耀眼的军舰也无法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或经济活力，反而可能成为国家负担。从宣传效果来看，崔贤号的高调亮相和随后的翻覆事故，让朝鲜的国家形象经历了大起大落。在4月下水成功时，朝鲜媒体对内极力鼓吹，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胜利，让人民看到了祖国的强大希望。但转眼间5月的惨败场面又很难完全封锁消息，毕竟朝鲜自己都承认出了事故。值得注意的是，朝鲜这次并未一味隐瞒，而是相对迅速和坦诚地公布了事故细节，甚至表示要吸取教训，警示全党全国。这种罕见的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一些同情和理解。部分舆论认为，朝鲜及时公开事故是种进步，比事后遮掩要强。对金正恩而言，他需要在挫折面前维持民众对强军路线的信心，因此官方宣传口径强调的不是损失有多惨重，而是领导的英明果断、敌对势力的险恶和我们必须更努力的理由。这套宣传逻辑依旧服务于其政治需要，把技术失败转化为思想教育的契机，警醒全体官兵和干部，提高忠诚度和执行力。可以预见，等到这艘驱逐舰修复完毕乃至正式入列，朝鲜一定会以更高调的方式将其塑造成从挫折中奋起的英雄舰，继续为政权歌功颂德。放眼东北亚，此次朝鲜驱逐舰翻覆事件虽然是一起孤立的意外，却折射出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海权兴衰往往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而金正恩的造舰梦正是朝鲜战略调整的缩影。当朝鲜试图突破以往的局限，昂首走向大洋时，周边国家不会等闲视之。对于韩国和日本来说，朝鲜拥有1-2艘新式驱逐舰，短期内尚不足以改变力量对比，但从心理层面和长期趋势而言，需要高度关注。韩国军方在事故前就密切监视朝鲜新舰动向，在崔贤号下水次日便推测青金的2号舰不久也会露面。可以想见，假如这次青金舰顺利下水且不出事故，那么朝韩双方军舰隔着东海对峙的场景将首次出现。韩国目前拥有世界一流的驱逐舰队，并计划继续扩军，但临北的突然加速让他们不能掉以轻心。韩国很可能以此为由，进一步加大国防投入，完善导弹防御和反舰作战体系，以确保对朝优势地位不被动摇。日本方面同样会把朝鲜远洋海军苗头纳入防卫政策考虑。近年来，日本以朝鲜导弹威胁为由，大幅提升防卫能力。如果朝鲜未来将新驱逐舰部署到日本海一线巡航，甚至试射导弹，日本自卫队需要投入更多侦察和拦截资源。这些互动都有可能促使东北亚的军备竞赛升级，形成一种动作反应的连锁循环。美国作为东北亚安全的主导力量，也会评估朝鲜此举的意义。华盛顿清楚，1-2艘朝鲜驱逐舰并不能对强大的美日韩海上力量构成实质威胁，但它象征着朝鲜战略思路的某种转变，从单纯依赖核威慑向核常并进的综合威慑拓展。这意味着未来美国在半岛冲突推演时，需要把朝鲜的海上变数也纳入其中。例如，以往假定任何海上冲突朝鲜都会很快落败，但如果其驱逐舰配备远程反舰导弹，有可能造成美韩舰艇一定损失。
这会影响美军战术选择。美国可能通过更多海上演习和展示力量来压制朝鲜的企图，比如增加宙斯盾舰在日本海的巡航，强化对朝鲜新舰的情报监视等。同时，美国也会利用朝鲜造大舰这件事，加强对中国的舆论攻势，暗示北京为对平壤施压，纵容了朝鲜军事野心，这就把事情引向更大的美中博弈框架。对中国而言，朝鲜打造远洋海军既是机会也是挑战。一方面，如果朝鲜海军实力增强，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美日韩注意力，对中国减轻战略压力是有利的。中朝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仍在延续，北京乐见平壤有一定自保和制衡能力，不至于在博弈中被一边倒压制。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希望朝鲜过度冒进，引发地区紧张失控。一旦朝鲜新舰乱闯，争议海域或误判形势对抗美日韩，可能诱发冲突，反而令中国卷入困局。况且，朝鲜经济脆弱，中国不愿看到其因军备投入过度而发生动荡，所以北京可能私下提醒平壤，在推进海军现代化时要量力而行，避免刺激过度。同时，中国在外交场合仍会强调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主张各方克制军备竞争。在大国角力的棋局中，朝鲜的新军舰无疑是一颗小棋子，但如何走动可能影响局势微妙走向。总的来说，这场驱逐舰翻覆事故引发的关注已经远超事件本身，它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到朝鲜鲜为人知的造船厂房里，去思索一个封闭贫困的国家为何执着于打造属于自己的神盾舰。这个故事里有技术的挑战，政治的豪赌，也有民族情感和安全困境的纠葛。朝鲜试图向世界证明，哪怕前路布满荆棘，他们依然在奋力追赶强国的脚步。而那艘半沉在青津港的军舰，就仿佛这个国家追梦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既展示了勇气和雄心，也暴露了现实的沉重。金正恩的远洋海军梦，既是对祖辈愿望的某种程序，更是面向未来构筑筹码的战略选择。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或许会再次看到崔贤级驱逐舰乘风破浪的身影。朝鲜官媒会骄傲地宣称，这艘曾经受挫的军舰凤凰涅槃重新出航。然而，在欢呼声背后，冷静的分析者清楚，朝鲜要真正跻身海上强国之列，道阻且长。一次下水事故不会使金正恩放弃他的蓝水雄心，相反，他很可能以更坚定的意志敦促军工体系吃一堑长一智，力争早日实现远洋舰队的梦想。但与此同时，来自经济、技术、外交多方面的限制也在那里真实的存在，像无形的大山横亘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朝鲜的新型驱逐舰故事精彩地揭示了弱国求强的矛盾心态，既渴望炫耀实力，又难免力不从心，既想打破现有格局，又受困于自身枷锁。对于生活在这个多事之秋的东北亚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出帆船闹剧带来的启示或许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提醒各方，军事冒险往往伴生巨大风险，一个细小的失误即可酿成尴尬和危险。另一方面，他也昭示出地区国家安全观正在发生变化，不确定性在增大。也许正因如此，各国更应该保持沟通与克制，避免陷入螺旋式升级的军备竞赛。毕竟，无论是明里较劲的强国，还是暗中博弈的小国，大家都在同一片海域下乘风破浪，也都将承担由紧张对立带来的风浪后果。金正恩的神盾舰还在船厂里接受修复和考验，朝鲜的远洋海军梦也在时代浪潮中起伏前行。是梦终将照进现实，还是现实终会击碎梦？答案或许只能交给时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追寻强国地位的道路上，朝鲜不会缺少传奇，也不避开风浪。这艘大大的驱逐舰凝聚了一个小国对于尊严与安全的执拗追求。正如朝鲜官方宣传常说的那样，我们走自己的路，只是这条路上既有蓝图，也有暗礁，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翻覆的舰身终会被扶正，继续航向深蓝，而朝鲜在东北亚风云中的航程还远未到终点。